越南官方媒体报道，越南正寻求中国的支持，希望中国助其发展高速铁路网络，包括将促进两国贸易的跨境铁路。越方还提出，2030年之前优先在北方修建2条连接首都河内与中国广西和云南的高速铁路计划。此外，连通越南首都河内与经济第一大市胡志明市的南北高铁也在规划中。此前被越南政府搁置多年的高铁计划，近期为何被重新激活？一旦建成，中越高铁将具有怎样的战略价值？来看报道。据越南政府新闻网日前发布的消息，越南总理范明政在大连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对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董事长娄启良表示，越南在铁路设计、建设和技术转让方面需要中国的协助。外界注意到，越南政府近期多次向外界表示出对高铁的浓厚兴趣。越南政府曾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的铁路工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因此越南希望学习中国的经验，尤其是在技术、资金调动和管理支持方面。越南计划投资部今年4月还表示，计划在2030年之前优先在北方修建2条连接首都河内与中国的高速铁路。越南优先修建的2条高铁均位于越南北部，分别直抵毗邻的中国广西省和云南省。据报道，越南1条高铁从首都河内延伸至谅山省，谅山省与广西接壤；另一条高铁从河内出发，一边连接港口城市海防和下龙湾，另一边直抵老街省，老街省与云南河口县毗邻。一旦重点地区高铁连线成网，越南还将推进长达1559多公里的南北高铁，连通首都河内与经济第一大市胡志明市。未来，越南南北高铁将与中国高铁网络连通。近年来，越南经济发展进入了高速增长的阶段，而越南国内相对滞后的基础设施可能成为未来越南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那么，尤其是越南地形狭长，那么修建贯通南北的高铁系统是长期以来越南全国的一个夙愿。那么，尤其是看到中国近年来同老挝、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在铁路合作方面受到良好的成效，那么越南也希望用好中方的经验技术的优势，帮助越南加快实现自己的高铁梦。所以可以预计未来中越2国围绕高铁项目的合作将会提速。实际上，中越之间早已有铁路连通，但问题在于，无论100年之前建成的滇越铁路，还是60多年前的平和铁路，都不是中国及国际通行的标准轨，而是迷轨或混合套轨。由于铁轨宽度标准不同，货运班列到了边境口岸需要停下换轨，效率大为降低，带来了不必要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因此，业界纷纷呼吁，中越铁路必须以标准并轨为前提。深圳卫视注意到，去年底中越2国发布联合声明，提出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铁路并轨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从地理上看，越南虽然面朝南海及太平洋，但外贸严重依赖海运，缺乏从陆路抵达中亚及欧洲市场的通道。虽然从2022年开始，中越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了跨境货运班列对开，从重庆到越南河内的运输时间缩短为5天，但如何与中越班列无缝对接中欧班列，仍需要解决硬件的问题。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越南政府数据显示，今年第1季度中越贸易额较去年同期增长22%，达到436亿美元。越南则是广西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目前，越南有54%的机械设备和零部件，52%的纺织品原辅料，40%的手机及零部件都是从中国采购，且大多从广西口岸出关。越南计划建设的从河内延伸至谅山省高铁，将重塑中越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新版图，催生一批高铁产业、高铁新城，成为越南经济的强引擎。越南交通运输部的一份报告说，预计在2025至2037年间，贯穿全国的高铁有望带动越南年度 GDP 增长1个百分点。报告还说，如果铁路设计时速达到350公里，并能够同时运输旅客和货物，就能够实现这一经济预期目标。路透社报道也认为，中国是越南制造业的重要进口来源地。相关铁路建设计划表明，中越2国关系有望进一步升温。那么高速铁路的建成将极大的缩短中越之间的旅行时间，那么降低物流的成本，提高货物和服务的流通效率，从而促进2国贸易量的增长。那么对于中越边境地区的贸易效果尤为显著，有助于形成更加紧密的区域供应链和市场的一体化。
观察指出，最近越南在高铁合作上表现积极，既有中老铁路和雅万高铁通车运营的示范作用，也有该国与日本高铁合作遇到的瓶颈不断。越南国土极其狭长，南北跨度1600公里，而东西最窄处仅50公里。首都河内与经济中心胡志明市分布在南北两端，所以通过南北高铁将两大一线城市连成一体，就有了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南北高铁相当于越南版的京沪高铁。越南缺钱缺技术，国际上具有成熟高铁建设经验的只有中国和日本。越南一开始选择了日本作为合作者。早在2010年，日本经济新闻就报道称，越南内阁已经批准了总造价高达559亿美元的高铁建设项目。该高铁项目将全部使用日本新干线技术。此后数年，越南与日本就这条高铁的修建反复进行磋商，但时至今日，14年已经过去，这条对越南至关重要的高铁依然没有动工。分析认为，这其中有投资因素，因为2010年时越南的 GDP 仅为1410亿美元。而目前越南 GDP 已经突破4000亿美元，因此建设高铁的条件更为成熟。据越南媒体报道，越南政府几乎与世界上所有拥有高铁技术的国家接触，该国领导人还曾会见德国西门子负责人。今年3月，一个越南代表团先后访问了韩国国家铁路公司，其后又到访中国中车常客公司。资金方面，越南政府在今年2月与世界银行进行会议，世界银行表示将对越南4个铁路项目进行调查评估，但不包括南北高铁。越南财长何德福之后拜访了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提出了越南的需求。日方表示愿意为越南高铁项目提供资金。有业内人士认为，经过10几年的发展，中国高铁显然更适合越南，因为中国已经建成热带地区的2条示范高铁项目，分别是海南环岛高铁和印尼雅万高铁。中国在近年来建成了全世界70%的高铁，这是实力的最好证明。这些都是日本新干线技术不具备的优势。如果再考虑到中国与越南多层次关系，以及中国原材料对越南制造业的支持，甚至中国政府还在越南缺电时伸出援手，这都是两国关系高水平发展、高度互信的表现。因此，越南政府高官频频对中国高铁喊话，并不令人意外。那么随着项目的深入的一个讨论有评估认为它其中涉及到一些财务的风险、施工的难度、运营维护的成本这些因素包括它的投资回报周期的一个评估，以及经济效益是不是明显的这些因素都影响到了日本政府和投资者的一个判断，总体上显得比较犹豫。总之越南和日本高铁项目最终未能实现其实是一个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么涉及到经济、技术、政治、社会等多个层面。中越高铁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作为规划已久的泛亚铁路宏大设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优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通网络。根据设想，泛亚铁路分为东线、中线、西线，分别对应中越、中老泰、中缅通道。目前，中线的中老铁路已经开通，中泰铁路在建中，而西线的中缅新通道正在打通，唯有东线的中越高铁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但分析认为，中越高铁如果以更高标准建设，将具有后发优势。中国和东盟国家通过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以及中泰铁路的合作的实践，其实正在帮助东盟一步一步地实现泛亚铁路这个宏大的构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高铁技术、装备、管理经验以及资金方面的支持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那么中国参与建设的这些项目，在东盟内部也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效应，那么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的效益。那么既帮助东盟国家的实现了自己的发展，那么也为中国和东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越南对铁路建设早有规划，为何如今突然向中国寻求帮助呢？是的，郑健，如果仅仅聚焦这一条消息，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恍惚。越南怎么突然间向中国寻求高铁技术了？但如果结合4个时空背景去看，就会发现中越铁路合作在今天已经是水到渠成了。第一个重要时空背景是去年12月，习近平主席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在与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会谈时，习主席就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提出了几点建议。其中就包括欢迎越方积极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8项行动。会谈后，在中越2党总书记的共同见证下，双方签署了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这其中就包括了交通运输合作。第二个时空背景要追溯到2010年，
当时越南国会否决了当时越南政府成立的由日本方面承建北南高铁的方案。当时国会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国会评估认为越南的资金能力不足，担忧这个项目会留下一大堆债务负担。其次，国会也认为单纯的高速铁路项目经济和社会的效益并不高。最后就是担忧项目本身对沿线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经过10多年的博弈与拉扯之后，日本与越南的高铁合作项目正式泡汤了。第3个时空背景，则是中国高铁出海第一单雅万高铁的示范效应已经呈现出来了。根据中铁国际提供的数据，自2023年10月17号开通运营以来，雅万高铁已经安全运营6个月，共开车组7050列，安全运行超过126万公里，累计发送旅客256万人次，客流呈现出强劲增长的态势。第4个时空背景，则是中国东盟经贸交往持续热络。根据海关总署提供的数据，2024年前5个月，东盟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总贸易额是2.77万亿元，增长10.8%。这其中排行前3的东盟贸易伙伴分别是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将上述4个时空背景一一摊开来看，大家的思路是不是清晰了许多呢？答案几乎是跃于纸上，中越进行铁路合作几乎是大势所趋。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越南总理范明政是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董事长提出的这个合作意向。铁路通信信号为何会成为中越铁路合作的切入点呢？中国方案的优势又体现在哪里呢？这个观察很细致，大家可能会好奇，中越铁路合作的切入点是通信信号，而不是大家普遍认知的这个列车制造路桥建设等等更为具象的领域。我个人倒是认为，这恰恰说明越南方面的合作意向是很高的，也准确抓住了铁路交通的牛鼻子。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是铁路运输的中枢神经，它关乎铁路运输的全过程，事关安全与效率。如果大家还记得，中国铁路在过去的数十年间经历了几次提速。列车在区间内运行速度的提升，不光需要动力强劲的机车组，更需要在列车区间调度、信号传输、指令控制方面的全面迭代升级。它涉及电力、通信、信号以及计算机科学。从这个意义上看，越南要想实现铁路的全面提速，首先需要在运行逻辑层面上实现技术的迭代升级。找中国算是找对人了，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可太丰富了。越南国内的铁路建设，它从历史上看最早是由法国殖民者引入的，那是1米线宽的窄轨铁路，运行速度非常慢。几经历史演变，如今越南境内有3种轨距的铁路，效率是很低的，因此决定使用标准轨距，也就是1435毫米，不仅是与中国接轨，更是与国际接轨。这同样也是越南在竹子外交思路下进一步推动革新开放的具体举措。除此之外，细看范明政总理提出的几条线路，从老街到河内，再到海防，再是同登到河内，还是芒街到下龙，再到海防。摊开地图不难发现，这是一个3叉戟路线规划，都通往中国的边境城市。老街通往云南，同登连接广西凭祥，芒街直面广西防城港。这一下就与中国国内的高铁网络实现了直接连通，让所谓泛亚铁路的伟大设想变成了现实。用更广阔的视野去看，越南通过与中国铁路接轨，一下子打通了西进欧洲的陆路通道。借助中欧班列，越南的货物贸易可以通往整个欧亚大陆。合则两利的含金量对越南来说是很具有说服力的。美国众议院28号表决通过拨款法案，其中含有连续第2年提供台湾5亿元的无偿军援和最多20亿美元的贷款。美国对台军援不断，这一对台军事援助法案又有核心特点，值得关注。在大陆出台惩治顽固台独分子的法律意见后，美国的相关动作又释放何种信号？来看详细分析。美国国会众议院28号通过向台湾提供军援的拨款法案，法案要求向台湾提供5亿美元军事融资及最多20亿美元的贷款和贷款担保，并宣称要强化所谓组合力。
外界注意到，美国2022年12月通过的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国国务院在2023年至2027年的5个财政年度间，每年向台方提供至多20亿美元，共计100亿美元的无偿军援。此外，还授权提供20亿美元的所谓对外军事融资直接贷款。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法案只是授权了拨款的额度，而最终拨款的数额以及拨款的方式都由美国国会拨款委员会决定。而美国国会的拨款委员会尚未就如何处理这些拨款达成一致，这意味着这20亿美元有可能是无偿提供，但也有可能是贷款。如果是贷款，则需要分期12年偿还。此外，28号通过的拨款法案众议院版还需要送交参议院再次表决，这中间很可能发生变化。例如，美国国会今年3月通过的涉台临时拨款法案，由于两院意见不一，最后的金额被砍掉至3亿美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谢楠向深圳卫视分析，需要注意的是，近期美国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数字的变化，从3月份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到现在上升到5亿美元，说明美国与台湾军事勾连在加强。那我们知道，在过去的美台的军事这种勾连的过程当中，台湾一直花费巨额的资金向美国购买相应的武器装备，但是那个过程呢过于冗长，因此为了加速武装台湾，所以美国通过了所谓的军事援助的法案。直接从美国的，甚至从美国的所谓的军备的库存当中给台湾提供相应武器装备。所以从这些援助金额和所谓的未来的军事贷款的金额的大幅的上涨，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的就是美台军事勾连的大幅度的强化，并且不排除未来美台之间的这种军事合作会走向一种机制化和常态化，这一点我们值得高度警惕。观察指出，美众议院此时通过涉台恶法的时机敏感，中方日前出台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的22条意见，极大地震慑了台独势力，但美方却不断向民进党当局释放错误信号。值得注意的是，6月18号，美方宣布最新一批对台军售项目，总值约3亿6020万美元，当中包括720套弹簧刀300杀伤无人机和反装甲巡飞导弹系统，以及291套 Altius 600MV 攻击型无人机系统。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任内第15度对台军售，也是本月第2度。有评论指出，结合近日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针对台海局势提出的所谓地域景观计划，也是大量使用无人机。因此，美方加大向台湾倾销无人机，将成为对台军售新趋势。那么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的相关部门通过了恶毒的相应的法律的意见，所以面对这么大的压力的话，那么美国必须要有所表态，所以他们选择以这样的方式向台湾方面释出所谓的挺台的信号。那么这与之前美国的相关官员的表态可以说是互为补充。但是我们要指出，美国必须要认真思考的就是，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当中最核心、最敏感的一个问题。如果美国方面罔顾自己的政治承诺，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话，将会使得未来的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都会遇到更大的风险与波折。那么我觉得从长远上看，对于美国也并不有利。中国外交官近期也多次向国际社会澄清赖清德的台独本质和台独的危害。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26号在出席法国外交与联合国协会的一场研讨会时，受邀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内战还没有结束。目前在台湾的政权是中国版图中的一个叛乱政权，中国政府随时有权驱逐这个政权，把台湾的治理权重新收回来。但考虑到台湾民众的福祉，我们不想用武力实现这一目标，不想让台湾民众遭受战祸，而是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台湾治权的回归。因此，我们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然而，美国出于维持其世界霸权、维系其遏制中国的第一岛链目的，纵容支持台湾民进党当局搞台独，不断增加对台售武，鼓动台独势力以武谋独，破坏两岸和平统一前景，造成了目前两岸关系持续紧张局面。卢沙也强调，台湾的前途只有一个，就是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法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触碰的红线。卢沙野的讲话在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那这个就是赖清德他的从520以后一系列的这种冒进，这种就是说就是一种怎么讲呢？一种赤裸裸的这个台独本质的一种讲话造成的。那过去两岸达到共识，最基本是在9·2共识，所以我认为是两岸关系史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这个说为什么造成的，那我觉得赖清德要负责。
那么岛内的反响强烈，我觉得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毕竟我们卢大使的这番发言是非常直接，甚至非常的重。卢大使的讲话其实就是提醒岛内相当多的人，尤其是提醒那些深绿台独分子，必须要认真思考，如果在台独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的话，将会对两岸的目前这种来之不易的和平状态会带来多大的损伤。未来究竟如何走，才能真正的维持住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才能真正的实现两岸的统一？美国最近通过国会拨款加大对台军援力度，您对此怎么看？最近美国国会的这些动作，尽管还有待得到参院的批准以及与行政部门的协调，但是从整体来看，美国对台的军援或者说武装台湾的力度增大化、目标明朗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而且呢，美国这种升级是采用了2个组合拳的方式。首先呢是小的组合拳，也就是在武装台湾的组合拳上，采取了国会立法的方式及法律方式，和行政部门主导推动的具体实施方式。再加上军事部门直接落实并且辅助其具体战术技术支持的方式相互结合，加大武装台湾的力度。其次呢是更大的一个组合拳，也就是在军事上武装台湾，强化所谓台湾的军事嚇阻能力的同时呢，还对美国所谓捍卫印太安全利益并对抗中国影响力等加拨资金予以配合。另外呢，还拨了几个亿美元给所谓的对抗中国影响力基金等等，企图呢以这种全方位组合性的对策来应对所谓的中国挑战。这明显违反了中美817公报中逐步减少美国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解决的承诺。美国尽管口头上还宣称坚持一中政策，但实际上它是在掏空其具体的内容。同时，这也表明美国更希望以加强台湾自身武装力量的方式，而不是美军直接介入台湾的方式，来维系美国在印太，包括台海、南海的所谓利益。美国的这种涉台政策的两面性，似乎因为它自身实力、信用度的下降更显得突出。但是，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美方的这些两面表现和中方有理有利有节的对应，本来就是中美涉台博弈的常态。美方越是有一些出格的挑衅的言行，越表明他对台海以及中美关系缺乏定力，对维护在这个地区的霸权企图缺乏信心。今年5月，伊朗总统莱西在直升机事故中遇难，伊朗政府宣布原定2025年的大选提前举行。谁将成为莱西的接班人备受外界关注。当地时间6月29号，首轮投票结果出炉，4名候选人无人得票过半。伊朗大选将举行第2轮投票，2位候选人立场鲜明，分别为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代表人物。6月28号，伊朗举行新一届总统大选，共有4名候选人。投票从当地时间上午8点开始，共持续16个小时。经连夜点票，伊朗内政部29号宣布，由于无人得票超过法定当选的50%，定于7月5号举行第2轮投票。由首轮投票结果前2位的前卫生部长佩泽什希安和前首席核谈判代表贾利利进行角逐。在首轮投票中，2人的票数差距不大，佩泽什希安得票率42%，贾利利以38%紧随其后。据伊朗媒体报道，符合本次投票条件的选民超过6100万人，投票率为40.25%，低于预期，也低于2021年的总统大选。半岛电视台分析指出，经济状况是主要原因。受到美西方持续的制裁，伊朗面临40%的通胀率。德国马尔堡菲利普大学中东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雷扎法扎内根认为，外国制裁是伊朗通胀率居高不下的首要原因。如果没有制裁，通胀率可能会低得多。值得一提的是，在莱西政府的努力维持下，加上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等因素，伊朗2023财年失业率为8.1%，为历史最好水平。也有分析认为，参与第2轮投票的候选人减少至2名，这有可能将刺激选民的投票热情。出乎人意料之外的是，伊朗的议长卡里巴夫这次的得票率比较低很意外的就失去了进入第2轮的机会第二出乎人意料之外就是改革派佩泽什希安得票率
是非常高。进入决赛圈的佩泽什基安现年69岁，被认为是本次伊朗总统选举中唯一的改革派候选人，获得了前总统哈塔米为首的改革派全力支持。佩泽什基安任命前外长扎里夫为外交政策顾问，令他的竞选运动获得了动力。扎里夫被认为是伊朗核协议文本撰写的关键人物，这份协议一度获得了美西方认可，直至被特朗普撕毁。佩泽什基安的政治观点较为温和，主张改善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并把推动解除制裁视为首要任务。他的竞争对手是58岁的贾利利，他曾在上世纪80年代参加过两伊战争，并在战争中失去了右腿，被授予活着的烈士称号。舆论普遍认为，长达8年的惨痛战争经历塑造了贾利利的世界观，他较多聚焦美西方对伊朗的强硬态度。贾利利长期在伊朗外交部任职，担任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值得一提的是，他曾担任首席核谈判代表，在谈判过程中的强硬态度受到了美西方的关注。据悉，贾利利还曾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办公室工作过。外界认为，如果他当选，其政策或将得到更大的支持。无论是改革派佩泽什基安，还是强硬派加利利，都强调呢要把经济改革放在第一位。同时呢，他们在外交政策上有很多的不同。加利利呢主张对西方采取强硬措施，依靠经济的自给自足，扩大和上海合作组织金砖机制中的国家合作，来改善国家经济。但是佩泽什基安作为改革派的代表，主张呢融入西方，和西方改善关系，和西方进行对话，来为国内经济的发展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第一轮的投票数据还显示，佩泽什基安所在的改革派支持者的参与率与上一次伊朗总统选举相比基本持平，但贾利利的保守派支持者的参与率则明显下降很多。因此，第二轮选举结果依然难料，两大阵营能在多大程度上拉动支持者参与投票，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根据伊朗宪法规定的权力架构，该国总统负责政府日常行政事务，更多关注国内事务，并在对外关系中发挥一定作用。该国的最高精神领袖对国家整体内政外交掌握决定权。但可以肯定的是，伊朗新总统将面对一系列内政外交挑战。内政方面，近年来美国制裁等因素对伊朗经济增长构成较大影响，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提升治理能力将是一项艰巨且紧迫的任务。您觉得这次伊朗总统选举最终结果会对伊朗未来的内政外交有什么影响吗？伊朗的外部环境，或者说比如对外政策，可能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变化。这一方面呢，就是伊朗自身国内要求变革的呼声上扬，从这次的投票情况等也可以表明民众的要求改革、改变现状的呼声，改革派在社会中的支持力量有所凸显，所以可能会使得伊朗的内政外交更活跃一些，在国际舞台以及大国关系相处当中也会更灵活一些。这里边尤其应该关注的有2大方面。一个呢是伊朗和俄国的关系可能会有新的进展。伊朗和俄罗斯具有传统的友好关系，而且近年来呢双方合作有所加强。去年7月，伊朗加入了上合组织，今年1月又加入了金砖国家组织，进一步和俄罗斯走近了。去年12月的时候呢，伊朗也宣布和俄罗斯达成了协议，取消双边贸易中的美元结算。两国都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帮助各自陷入困境的经济，并且减轻西方制裁的影响。因为西方的制裁就使得俄伊两国和很多个国际银行系统已经断绝了联系。今年伊朗和俄罗斯国防部长还承诺要达成安全协议之后来加强关系。俄方也表示呢，伊朗已经特别信任俄罗斯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美国和伊朗的互动了。美国大选将近特朗普在最近的电视辩论中优势明显，卷土重来的呼声就更高了。美伊关系呢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特朗普对伊朗的态度和拜登不同，这一点呢伊朗心知肚明在这样的一个转折关头相关各方如果加强合作，甚至形成一些阵营的合力的话，可能会更有助于形成对美国，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在力量上的一个均衡感。这是最近一个时期应该引起我们大家关注的新的变局或者变数。而这些呢，都会伴随着伊朗选举之后的政治走势而相互呼应。
随着2019年美俄退出中导条约，美国加大中短程导弹系统的生产，近期更在亚太地区和欧洲进行部署。鉴于美国所采取的行动，28号，俄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需要着手生产中短程导弹系统。美国近年来中短程导弹系统的更新迭代，又会如何影响地区局势？ Судя по всему, нам нужно начать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этих ударных систем. И затем, исходя из реально складывающейся ситуации, принимать решения о том, где, если это потребуется дл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наше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х размещать. 当地时间6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视频会议上讨论了中短程导弹系统生产和部署有关的问题。普京指出，2019年美国以臆造的借口退出了中导条约，并宣布将生产相关的导弹系统。俄罗斯当年也宣布不会生产和部署中短程导弹，除非美国在世界某个地区部署中短程导弹。他还去实际部署这种低风导弹系统。还有就是美国呢，还宣布呢，接下来要计划呢，在波兰丹麦还有芬兰等等这些国家呢去进行部署，也就是对俄罗斯心脏部分欧洲地区呢去进行这种威慑了。所以呢，现在俄罗斯呢，它不可能是干看着，因此呢，它也要去进行反制。所以呢，既然美国做了初一，那俄罗斯呢现在也要做15了，它也要去部署这样的中程导弹系统。然后呢，去对美国的做法进行反制嘛。1987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签署中导条约，规定两国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及其发射装置，标志着两个超级大国首次同意削减核武库并消除整个类别的核武器。有分析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中导条约的达成和落实是冷战期间的重要和平成果。而随着冷战结束，美俄军控与裁军谈判进入新时期，双方分歧逐渐扩大。2019年2月1号，美国政府以所谓俄罗斯长期违反中导条约规定为由，宣布美方将暂停履行该条约义务，并启动为期6个月的退约程序。随后，俄罗斯也宣布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但仍然暂停自行研发被条约禁止的短中程导弹。2019年8月2号，美国正式退出中导条约，这意味着全球核裁军体系的一根支柱倒了。而实际上，在美国宣布正式退出中导条约后仅10几天，就进行了曾被中导条约封禁的战斧巡航导弹地面发射试验，导弹攻击了500公里以外的目标，明显超过了中导条约中500公里的射程限制。有分析指出，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的真实目的是，它需要发展条约所禁止的中程导弹。第一封就是美国在退出中导条约后研发的第一款陆基中程导弹系统，弥补美国陆军此前受中导条约所限，在射程482公里的精确打击导弹和射程2776公里的远程高超音速武器之间的火力空缺。2023年6月，美国陆军使用第一封陆基中程导弹系统，成功发射一枚战斧巡航导弹，标志着这款导弹发射系统形成作战能力。第一封导弹武器系统主要发射的导弹为新一代陆基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6导弹，其中标准6导弹原本是为美国海军设计的远程防空导弹，射程为240公里至460公里。在2020年11月，美国陆军开始将标准6导弹用于战略中程火力系统，旨在打击对手的陆基远程导弹和地面目标。而陆基战斧巡航导弹是一种全天候由潜艇或者水面舰只发射的对地攻击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美国人呢，把海基的 MK41这支导弹发射系统呢，它搬到陆地上去了，用车呢去装着进行发射。战斧导弹呢，那也是现成的呀，所以呢，它实际上就是把现成的这种海基的武器系统先搬到陆地上，其实稍微进行一些改装，就形成了陆基中程导弹系统。它今后呢，可能还会装美国研制的高超声速导弹或者是其他的新类型的导弹。值得警惕的是，4月美国以参加美菲萨拉克尼布24的借口，在菲律宾部署第一封系统，这也是这套新型陆基飞弹系统首次在第一岛链的吕宋岛北部亮相，其射程可达2000公里以上，不仅可以覆盖整个吕宋海峡，还能到达中国海岸以及南海的各个基地。分析认为，该举动旨在传达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防御能力。